最近，广州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3季度的经济数据，这个数据着实有意思。一个喊着要建全球影响力城市的广州，居然交出了一份异常诚实的答卷。先看看这份让领导们难堪的成绩单，前3季度广州 GDP 总计22149亿元，增长率只有 2%。具体分产业来看，第一产业217亿元，同比下降 2.6%， 第二产业5422亿元，仅增长 1.1%， 第三产业16510亿元，增长 2.4%。 这数据有多真实？看看其他城市的完美数据就知道了。北京号称 GDP 33462亿元，增长 5.1%， 上海声称达到34389亿元，增长 4.7%， 深圳宣称有25934亿元，增长 5.4%， 重庆更是说自己到了23244亿元，增长率高达 6%。在中国经济低迷、外贸持续疲软、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大环境下，这些动辄4%至6%的增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？难道这些城市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发展密码？还是说他们更懂得如何统计？反倒是广州这个2%的增速意外的接近实情。想想当前的经济形势，房企接连暴雷，外贸订单萎缩，消费持续低迷，能保持2%的增长已属不易。但即便是这个相对诚实的数字，恐怕也掩盖了不少问题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其他城市公布的数据几乎都超过了全国 3.1% 的平均增速。这么算下来，是不是全国经济的拖后腿都是广州这样不会统计的城市造成的？广州作为1线城市，连全国平均水平都达不到，这是在给我们展示什么叫实事求是，还是无力造假？我知道有人要说，这不是受大环境影响吗？可问题是，在同样的环境下，为什么其他城市能爆出如此亮眼的数据？是他们真的找到了经济增长的秘诀，还是掌握了统计数据的艺术？实体经济的真实状况，恐怕远比这些数字要严峻得多。政府公布的 GDP 数据向来都是经过美化的，如果连这样的数据都难看，那实际情况该有多糟？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冰冷统计数字背后，广州经济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。最近不断有消息传出，广州的中小企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。让我们看看几个触目惊心的案例。广州建材市场曾经的风云人物王总，如今已经日薄西山。据知情人透露，他的公司2021年还有8000多万的营业额，2023年就暴跌至3000万，今年到目前为止更是只完成了可怜的1000多万。短短2年时间，营业额蒸发了 80%。现在仓库的周转率太低了，存货越堆越多。知情人士转述王总的话说，房地产都停摆了，建筑公司没活干，我们这些上游供应商等于是在用真金白银养一堆看不到出路的砖头。更要命的是，王总还压了2000多万的库存，这都是去年为了完成上游厂家的任务指标，硬着头皮进的货。产品价格一路跌，库存已经成了实打实的负资产。有人给王总支招说要降价清仓，可现在市场上都在打价格战，就算亏本也根本卖不动。比起王总的遭遇，工程总包商李总的处境更加悲惨。他的公司2022年还能创造2个亿的营收，如今却因为一个国企项目而濒临破产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这个总价6000多万的工程，公司垫资施工1年有余，到头来却被甲方以财政紧张为由，只愿意支付区2000万。工地上的农民工、材料供应商天天堵在公司门口讨债，连正常运转都成问题了。一位建筑行业从业者感叹道，公司负责人现在是过街老鼠，连家都不敢回。这种情况在广州建筑业
并不罕见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广州建筑业总产值同比下降 15.8%， 创下21世纪以来的最大跌幅。但真实情况可能比这个数字更糟糕，因为很多工程公司已经接不到新项目了，只能靠消化存量工程勉强维持。外贸领域的困境同样触目惊心。以广州某知名外贸企业为例，这家经营了10几年的工厂，2024年的订单跌幅高达 40%， 远超广州整体 7.2% 的外贸出口下降幅度。欧美订单断崖式下跌，东南亚竞争对手的价格打得我们毫无还手之力，甚至连非洲客户都开始嫌我们贵了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工厂开工率不足一半，但人工成本、房租、水电费用1分钱都降不下来。雪上加霜的是，银行正在收紧对企业的信贷。数据显示，今年前3季度广州企业贷款余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5.6%。一边是银行惜贷，一边是民间借贷利率高企，大量中小企业正在被资金链的困局活活逼死。来看看更可怕的数据，今年前3季度，广州新增企业注销数量同比增长 32.7%， 也就是说，平均每天有超过200家企业倒闭。这还只是正式注销的，那些还在苟延残喘、随时可能倒下的企业数量只会更多。有分析师说，到2024年底，广州可能会有 30% 的中小企业面临倒闭风险。这个数字把我都吓到了，1/3的企业可能会消失。这哪是经济转型啊，这分明是经济衰退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很多老板打工20年，创业10年，好不容易有了点积蓄，结果2-3年时间就全赔进去了。现在很多人除了每月还债，连自己的生活费都快掏不出来了。广州统计局说 GDP 增长 2%， 我看是在欺骗自己。如果基层企业的生存状况继续恶化，别说 2%， 就是保住零增长都是个问题。我知道有些朋友会说，经济不好是暂时的，熬过去就好了。但问题是，这种暂时到底要持续多久？广州的企业还能撑多久？来看几个触目惊心的数据。广州市工商局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第3季度，全市新增小微企业注册量同比下降 47%， 这是10年来最大跌幅。与此同时，企业注销数量却同比上升 32.7%。简单说就是开新店的人越来越少，关门的却越来越多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这些企业面临的困境基本上都是无解的。广州企业的困境正在不断加深。以广州某贸易公司为例，这家公司的月营业额从去年的500万断崖式下跌到不到200万，但房租却分毫未降。据报道，当被问及为何不搬到租金较低的地方时，这位老板无奈地表示，光搬迁费用就要30万，搬到郊区1年最多省10万房租，要3年才能回本。问题是，在这种经济形势下，谁敢保证3年后公司还能撑得住？这种情况在广州并不少见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广州商业地产空置率高达 28%， 但租金却仅下调了不到 5%。这种荒谬的现象令人费解，房东宁可让商铺空置，也不愿意大幅降租，最终把商户和自己都推向绝路。在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的同时，融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一些经营了10几年的老牌企业，以前轻松就能获得700-800万的信用贷款，如今连100万都批不下来。银行说要控制风险，但他们收紧贷款，反而让我们的经营风险更大了。一位从业15年的企业主如是说。数据印证了这一困境。广州银保监局统计显示，2024年前3季度，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去年减少了惊人的2890亿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
新增不良贷款中，高达62%来自小微企业。这些数字清晰地表明，银行正在全面收紧对小企业的信贷。在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的同时，广州的人才流失情况也令人揪心。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2024年广州人才净流出率高达 8.7%， 在一线城市中居首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，企业经营困难，高薪职位急剧减少，人才不得不另谋出路。这些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广州营商环境的全面恶化。政府天天喊着要优化营商环境，但企业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政府项目的回款周期从原来的半年延长到1年以上，各个部门的检查和罚款频率明显增加，就连申请政府补贴也变得愈发困难。不仅门槛在不断提高，兑现周期还在不断延长。一位企业主的感慨道出了这种无奈。现在政府部门的态度就是：你们企业活得了就活，活不了就死，反正我们还有政绩要完成。更让人无语的是，广州最近又在搞产业升级，要把传统制造业赶到郊区去。且不说这些企业有没有钱搬迁，就算搬去了，原来的供应链、客户群、熟练工人都得重新建立，这不是把最后一点活路也给堵死了吗？有专家预测，2025年广州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比2024年更加严峻。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，这意味着政府投资将进一步萎缩。与此同时，外贸形势也不容乐观。在东南亚国家竞争优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，广州的外贸订单正在持续流失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消费市场始终未能恢复元气，实体零售业很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倒闭潮。在这三重压力之下，广州经济的前景令人担忧。所以，那些还在苦苦支撑的广州企业主，究竟还能撑多久？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。每天睁开眼就是要还各种贷款，要发工资，要交房租，要应付供应商，活得像是在负重前行的骆驼，不知道哪一根稻草会压垮自己。最可笑的是，政府部门还在喊着什么高质量发展、动能转换，但企业主们只想问一句：我们连今天都过不好，你让我们怎么转型，怎么发展？如果政府不能真正解决企业的困境，不能给市场注入真金白银，而是继续空喊口号，那么2025年可能会有更多的广州企业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。毕竟，连2%的GDP 增速都要靠数据注水才能达到，这样的广州还能被称为经济强势吗？